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中国编辑委新北市议员周冠廷。武哥好，大家好。好久不见的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我热爱我的工作。因为钱花完了，是吧？好 ，OK。好，政治学教授范志平老师，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游淑慧，大家晚安。桃园市议员备少将于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俊。大家好，好，今天有非常多的话题要跟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讨论。明天是520赖总统就职1周年，然后赖总统接受媒体的一些访问，当然引起大家非常多一些关注。他有谈到罢免这件事情，他也谈到了两岸之间的关系。那当然你说，他说那个中国大陆是比较大的公司，我们是比较小的公司，大公司是小公司。你要就把并购的条件要谈出来嘛？可是这所谓的并购说引起蓝营非常大的炮火的一些的抨击，那在网上讨论也非常热烈。那为什么呢？好，那世庄玉也引起大家一些讨论。可是所有的人还是会关心的一件就是，包括128蓝委现在只剩一区还没有决定，那一区林佩祥。那已经快到了5月23左右要送件了。那今天已经是5月19，就这个礼拜。那到底进展是怎么样？包括你看到林佩祥一个人站街头，罢团，因为所有的罢团全部6大门派会师光明顶到基隆去。你以为他们只是单纯为了林佩祥那句话？不。有一些呢，因为今天有12个罢团出来开了记者会，他们所送的联署呢，他们觉得那个份数可能还没有到所谓的安全门槛，所以是不是还要借着，是不是也借着林佩祥这再吹一波？可是所有这些话都会引起到，包括你在节目里面看到说这几天的新闻。朱一伦跟李孝亮两个人终于合体了 ，OK？ 那合体抱抱，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包括这2天，蓝营白营绿都有很多在街头上一些的活动。好，我们总归现在来看的话，第一个就直接来看吧，冠廷。为什么12个罢团在今天那要开记者会，然后要讲他们那些罢团？因为大家都觉得说不是都过了吗？那就只剩下林佩祥这好，那所以在这个时候对罢团来讲，林佩祥非常的重要，是吗？对，先讲哦，因为现在这个总共35个罢免蓝委的区域，只剩下林佩祥一区，是还没有截止。那时间点呢，依法定是到23号。对，那可是现在这些罢团希望说后面的时间还是有一点buffer的空间，所以希望22号送件。所以其实时间所剩不多了，就剩4天。那我今天来之前也特别问了一下，我在帮忙他们的一些朋友啊，他们说真的就像他们对外讲的，现在还缺3500份，还缺3500份。OK， 对，所以等于说最后在冲刺阶段嘛。所以这几天你也看到这个画面，就包含说，因为基隆老实讲，有名的市场就那几个，对，所以就狭路相逢了。就林佩祥其实他站在那边哦，一个人站着说投下不同意罢免，这不是第一天站，林佩祥已经站了好一阵子，就是这是他的策略。林佩祥这态势是告诉你什么？我当成你会过了，当成谢国樑那种战法。我一直在提醒所有全台湾的朋友，谢国樑当时为什么罢免谢国樑？谢国樑最后守住，谢国樑是把他2022年市长选票投给他市长选票的人的90%全部吹出来。90%投给谢国樑市长的人出来投不同意罢免，林佩祥完全想复制。可是另外一边他面对的是来自于全台各地的罢免团体。说实话，林佩祥最后会不会过？完全超之于他自己。如果林佩祥像其他区几个比较不容易过的归起来，可能根本不会讨论林佩祥。可是包含一连串的失言嘛，林佩祥去谈的说这个社会边缘人，去讲说那个狗狗的补那些东西，然后包含现在讲说你们这些外地的是拿钱然后你一个人领多少钱？这其实是会引发这一些志工们的反弹的。那人就越来越多。这几天其实非常多。本来在其他各区罢免团体人休息够了休息了好一阵子，也都涌去基隆。所以大家看到这个画面，就是说他们这些罢免团体也在基隆的这个市场去做宣讲，然后林佩祥也在那边站，所以产生了这样的一个画面。那除了林佩祥以外，其他几区其实之前这些罢免团体一直在说，就是如果没有到130%。符合这个送件的2阶的数字，其实都还算危险。所以，比方说像杨琼英走103，江启臣108，严宽仁109，马文君11，这个到现在都还在补收件的阶段，就是他们还可以收。可是我也不会演的讲，就我们侧面了解了，就是当2阶截止送完之后，其实大家就松一口气了。所以现在大家这些罢团，你再连其实后面的份数说出来有点难，对不对？会比较少，会比较少。那当然也跟舆论有联动啦。林佩祥的新闻多一点，大家记得，对呢，还有这个事。可是你还要再间接去查说，对呢，杨琼英只有103。就是老实讲，难度会比之前全力在冲2阶的时候比较难，所以这是为什么这12个监困区他们才出来疾呼说希望全民动员可以补件。那这个大概是他们现在的策略。那第二个我也要讲，就是说，其实
我跟我把这个一起讲，就是说，这2天其实除了霸团在动以外，蓝跟白也在动。就是说，其实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嘛，这个是尤其下面这一张是昨天在台中水安宫民众党主办的活动。对。可是有趣的地方是，3个国民党要被罢免的蓝委，廖伟翔、黄建豪跟罗廷伟。都到了现场。对，那人数我先讲，为什么我要放这个比较？就上面是之前我们民进党办的人民是头家，我认为还是比民众党的多一些。可是你会很明显看到，民众党的人数没有想象中的少。民众党这一场，有他们自己喊1000多人，我就算保守算好近1000人好了。好，也是我认为跟国民党在近期所有比的罢免或反罢的活动，人都比他们来的多。那昨天有趣的地方是，台中的这个共主。卢秀燕没有到现场，可是反而大家都紧贴黄国昌，很有趣哦。这个除了我刚才讲的这3个蓝委都到现场以外，罗廷伟还去累倒在黄国昌的怀里。3个蓝委在上面讲说，没有柯文哲，我们不会当选；没有柯文哲，他们会落选。你知道什么意思？所以说呢，有几个卢秀燕的支持者，就是大家有个共同朋友，就怎么反正没有卢秀燕的身影？卢秀燕派了副市长郑兆兴去，可是他自己没有去。那反而很抢戏的是这几个我们过去称为是卢秀燕的干儿子的这几位立委。罗廷伟这样就讲啊，赖清德告诉我们，你可以上街抗议，这不是独裁，我要告诉他，这就是类独裁，这没关系，这是你的论述吧。可是讲完之后，黄国昌后来就是冲上台去，然后讲说为什么我现在要上来，还没轮到我就要上来，因为呢，他们3个立委讲的太让我感动了。然后他告诉所有的小草们讲说，当时柯文哲挺这3个人没有挺错，对黄国昌讲这个话，然后罗廷伟感动到倒在黄国昌怀里。说实话我是很讨厌罗廷伟的，我是民进党，所以我会觉得恶心，但有些人会觉得感动。可是我要回来讲是战略，你看到国民党的这3个立委现在把黄国昌跟民众党当成浮木我想这是不是已经走投无路了？我认为是如果我们要讲说全台湾政治人物的仇恨值接近或趋近于傅崐萁的人，可能只有黄国昌。就这是各式民调做出来，可是他们会现在已经不管了，就是黄国昌过去，然后这个黄国昌讲这个话是把他们完全紧紧的绑在一起。然后蓝的立委也没有在闪蓝立委直接讲说没有柯文哲，我们不会当选。那会不会反而到时候在第三阶段投票的时候？讨厌黄国昌、讨厌柯文哲的人，反而会出来投票。这最后会显现一个状况嘛？那你喜欢黄国昌的，也许会出来投不同意罢免，有多少票？讨厌黄国昌有多少会出来投同意罢免？可是他们会这样做，一定也是经过精算的。所以我认为台中这几个应该是有紧张。OK， 如果照刚冠廷讲的话，是不是已经到了单纯如果是蓝绿对决的话，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要罢免的动力比较强，反罢免的动力到目前为止很多民调看起来大概强烈的那个动力没有这么强，所以白营是不是一定要借助白营，所以喊出没有柯文哲，他们没有办法当选，他们可能会落选。但即便这个样吧，那整个罢免的氛围，你如果现在看的话，一直看到现在，到底那感觉上会怎么样？会说快1个月，了解国内的政治的一些形态嘛？还行嘛。对OK， 好，来，我们就从林佩祥这里开始讲，因为林佩祥这过程当中，刚你看到包括冠廷讲的画面，那是基隆，对，你到基隆去一定会去逛的，是包括庙口啦、夜市啦，大概那几个地方，罢团跟林佩祥，主因就是在本来大家都没想到基隆会变成。罢免蓝委最后最重要的一个战场，对。可是因为那个 top 1% 出来以后，对。然后有人就说那是99%对决1%，然后所有的这些，可是我一直在节目都讲，以林佩祥，以他政治好歹，他也是政治世家，没有道理在第2阶段，最后本来一直趴在那里了，突然跳出来，什么词都出来了，好，现在已经是这样了。当你最后看到那个，就是他一个人站在那，然后其他罢团在那。这一席可能会影响到，刚讲到还有12席哦。我们一直在节目讲是30比国民党可能看要罢绿委是2或是0 ，OK？ 对。可是不一定，如果照那12个罢团的说法，对，他们的12不见得一定会过哦，因为省可能会剔除掉一些啦或什么。所以现在看起来，林佩祥就变成最后决定那个数字不是30比多少或31比多少，他可能还会影响到
是30几还是20几，会变成这样？是，我觉得为什么林佩祥突然感觉在这个最后关头，哇，那个最重要一些，好像有点像打下林佩祥这个滩头堡，好像感觉上整个大罢免的这个第3阶段已经迈向更进一步哦。那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状况？我觉得其实他最大敌人还是他自己。之前过去那段时间，大家各地在那个进行大罢免的时候，其实没有人提到他。是啊。都没有太大的印象哦。那后来就是因为其他的地方慢慢达阵之后，但是有4个地方没有达标，大家在这个时间点已经开始心情不是很好，有点沮丧，觉得说我们已经辛苦了这么久，怎么在这个时间点好像有点功亏一篑啊，已经有点沮丧的情况之下，这一个白目的突然讲什么1%，然后比99%，然后还讲说啊这些都是边缘人，现在据说是其他这一些县，可能他们就讲外团啊，就其他外县市的。全部自主声援到基隆去，所以我觉得林佩祥这个问题很麻烦因为他问题的麻烦点是他现在所有的处境是他自己造成的。当时我们来讲，现在大家都在比较嘛，就当时那个市长啊，他们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谢国良在大罢免的时候，人家谢国良多谦卑啊！我相信他这一辈子从来没有每天早上9点多或8点多就站在那个火车站在那边鞠躬过从来头没有低了这么过没有这么的让人家感觉这么接地气过。但是他就是因为用这样的方式，让投他票的人90%出来，然后反对那一次的罢免，所以把他成功保住。那现在林佩祥，你用高姿态一副我是睥睨你们的，我是高高在上的，我就是这样子提供你们这些人本来就是属于被我们统治，我们是天之骄子。你用这种姿态，我问你，你本来支持你的人还会愿意来救你吗？不用啊，你都看稿啊，你都喝米啊，你都嫌金汤匙出身啊，那我们就等着看，没有我们来救你，那你怎么办？我们是天之骄子，你用这种姿态，我问你，你本来支持你的人还会愿意来救你吗？不用啊，你都看稿啊，你都喝米啊，你都嫌金汤匙出身啊，那我们就等着看，没有我们来救你，那你怎么办？所以我觉得他现在会导致原本讨厌他的人本来跟其他县市根本跟这件事情没关系的人，把他的敌人增加其他听说11个县市还几个县市的人都跑到那边驻团。那个张志豪他还说，他本来有的人要外团要来嘛，那我可能就说，你们现在你们自己本地的在哪里摆摊，那我们就去其他地方去那个没有顾到的地方。他们说现在那个相关的电话如雪片般的飞过来，就是一直量啊。现在变成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市场、同一个一个比较热闹的地区、行政那个游乐区什么区，好几摊在那边摆那代表什么意思？因为你已经变成是一个重点，什么重点？我们只要把林佩祥给打下来，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所以你刚提到的其他12个没有在那个安全范围之内的，我觉得这一把火真的会吹下去。OK。所以呢，现在才会导致那个陈辉文我们的前辈突然之间炮火四射，我们大家心想说，我想说，我出国虽然1个月，但是好像也没有久到恍如隔世吧？是啊，好像那个天上一日，人间10年的感觉。对，我想说我是跑到外太空不对啊，我刷的还是信用卡，还是有刷，还是没有说因为这样这个卡好像就有人帮我付钱没有，下个月还是要缴，所以我现在非常热爱工作欢迎各个制作单位有小妹的需要的话这个全力配合所以现在就知道就是说。为什么就是突然之间连陈辉文大家会认为是，而且人讲好重，对啊，他讲好重，他直接炮就点他他说你讲这是什么话？你这样子你不是等于是除了你自己烧一烧就算，你现在搞的这把火又再起来。第二个，他还点名叫谁那个出来道歉，他讲名朱立伦其实事实上朱立伦，我觉得他真的是非常非常失业，因为我在欧洲的这段时间有2件事情是蛮重要的。第一件事情当然就是教宗选举，而且教宗选举的时候，那个选出来的时候，我那时候人在斯洛维尼亚的首都卢比安娜，突然之间那个钟声敲嘛，那你就想说奇怪敲了20-30分钟，后来才发现教宗选出来了这样子。另二个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其实就是那个欧战。这个就2战，然后欧战结束，对，然后我忘这个好像是5月8号，对，然后80年嘛，然后5月8号还是5月9号的时候，所以在这个时间点，突然之间，你朱立伦去讲有那个希特勒，
什么时候变成连以色列都会去关注到台湾政治的这个发展的局势？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两个人已经快要超越了这翁上人变成是这一次大罢免第2阶段挺进第3阶段最重要的一个工程。我跟我这要补一下，因为刚才慧珍姐讲这个图一定要秀一下就是当时李佩祥在节目是怎么讲？你说这个不会让大家全部往基隆跑吗？他说这边有很多外地来的朋友来这边赚通告费也好，还是赚工读费也好，还是有人特地跑过来这边跟风也好，他把所有去帮忙的人，这是影射什么意思？有拿钱。这事情后来谁俩讲？我举个例子，资深媒体的王瑞德前几天有跑去，他在现场，他说什么通告费，我连水都自己准备的。然后你听完这个，更俩狗可能最近又要去了，所以更多人要去。这种事情就是他在给自己浇火嘛，浇油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他都是不利的。可就是在过程当中，你看到刚才那个画面里头，包括林佩祥自己一个人站，然后霸团在那，因为基隆刚讲最重要几个，你到夜市爱山，然后包括庙口夜市，还有仁爱市场。那他们应该在仁爱，因为基隆人大部分都会在仁爱市场那一带，大概是在那一带。你看到所有这些那个画面啊，那个画面，对，你如果那个画面看起来，所谓我刚刚小谢有讲说，他觉得林佩祥被霸凌。可是我照刚才不管是冠廷啦，或是刚刚慧珍讲，霸团觉得他们被霸凌，就是他们被讲成边缘，讲成什么什么。如果你看那些画面的话，现在看起来的话，对国民党好，我每次要问国民党朋友，就一手一攻之间，林佩祥现在变成俨然大家争夺的滩头堡了这一块。我们要去霸别人的那个，好不容易看到李少根跟朱一伦合体，这不是本来就应该要出现，但为什么搞得好像很感动的样子？先讲佩祥的事情啊，我礼拜6才去基隆找他啊。那我上礼拜也问他，我说，你那边会不会第3阶段，第2阶段有可能不会过，因为迟迟没有送件啊。那他当然比我掌握当地的状况比我了解很多。他说他认为早就已经签完了啊，只是故意压到最后，制造一个紧张悬疑的高潮剧情啊。他觉得早就已经签完，在那边等。你说一定过？对，他也认为第2阶段一定过啊，所以他早就已经在准备第3阶段，就是大家看到他在录。已经早就在进行拜票，就请大家投下不同意票。他没有侥幸的心理，他也没打算趴在地上低调的躲过侥幸的这种战法哦。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现在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个林佩祥的罢免第2阶段还有一点点差距，还是说真的像他所掌握的，其实早就过了，只是要压到最后一天，然后要制造六大部队及围攻光明顶制造那个高潮迭起我不知道是哪一个，但因为我们都不是基隆人，他是基隆人，而且他是本人当事人，我想他是比我们了解状况的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刚刚慧珍姐很肯定去年国良的这个低姿态谦卑的态度的话，我只想说这个佩祥比他谦卑的态度那是4年如一日我刚刚才在跟于将军在聊我说2022年我们俩一起连任，那我都连任完了，过完年去度假回来了，去基隆找他，你知道他还在谢票，都3、4个月了，他还在谢票。我说你一个议员你要谢多久啊而且他的谢票不是什么去找个人谢谢你的帮忙，他还继续在大街小巷早上起来站路口鞠躬跟上班族谢票，他就是这样，他大概足足谢了半年吧。他说他选举哪一个路口站过的拜过票，他就要同样一个路口再去谢票。所以他就是这样再搞一次半年。这么谦卑的人怎么会讲出1%的事情？我们都已经选，因为他就是针对罢他的人，可是针对他所要服务的人的时候，他还是一样非常诚恳的去服务跟这个去争取他们的认同所以我觉得眼里面已经分蓝绿罢团对他的这一些批评也没有多好听啦，坦白说也没有多好听啦。之前对于国良，对于他两方没有谁霸凌谁啊，大家开始有政治立场不同的时候，大概共的围拢就拍天呀现在把罢团讲出来的话说真的也没有多好听了啦所以我觉得也不用去抓住说谁要道歉谁不用道歉，在政治对决的情况之下，氛围都不是很好的，我必须要坦白说这是第2个。那第3个就是谢国良市长的罢免案没过，是2个门槛都没过不是只是不同意票大过同意票，而是连第1个门槛，也就是25%同意票大过25%都没有过也就是代表说，在基隆当地，可能光是想要罢免谢国良的人都没有过25%，都没有过1/4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想罢免他的人没有你想象的多这个是我觉得过10%。跟要过25%是差很多的，因为不管我曾经在这边很多次的讲过，蓝绿其实都有能力去发动罢免，因为1%到10%啊，1%的联署跟第2阶段10%，全力去动下来都是有机会的哦。可是你到了真的选举人数的25%，那个难关是非常大的哦。所以这是基隆的状况。那同样在各个选区，像在内湖南港，我认为要过25%也是非常难的。陈时中的选票在内湖南港只有6万多票吧，6万8、6万9。可是内湖南港要过25%要7万多，要多7万，也就是76%的投票率情况底下，全部投陈时中的票都出来罢免李彦秀，而且投票率到76%，可能都不足够哈，所以。这个25%的门槛啊，我觉得是第1阶段啊，罢团要去克服。内湖南港这一区，那个彦秀大家的算法跟你刚刚的算法有点不太一样。对他们算的是高嘉瑜跟吴欣岱，对。但是高嘉瑜在2024年拿了大量的柯文哲的选票，因为他过去被认为是柯有柯，所以他拿了很多柯文哲的选票。这部分大概有10几%，因为2024年内湖南港并没有民众党的候选人所以我觉得要用2022年去看这是一个。然后再讲到就是刚刚这个武哥讲到效量跟，所以我先插一句话，你刚刚前面有一句话，你讲蓝绿都有能力，10%第2阶段都有能力可以认真动。对，我有加一个，你们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对，我有加一个叫认真动哈，我知道你，所以你们就从头到尾不认真，不能这样子讲哈。我也其实有曾经解释过就是我觉得我们一开始确实是觉得说这个罢免吴思瑶跟吴佩益是不是也是让地方先去自己去动没有真的用政党的力量去动。然后到最后发现这个就是蓝绿的比例差太多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些压力在的时候，想要用政党力量下去已经来不及，已经来不及。我觉得有一点点这个，你说轻忽也好，或者是一开始觉得说应该也要让地方自己去运作我觉得这个2个可能都有啦那刚刚讲到效量跟主席之间，我不知道是误会或误差也好所谓误差就是2个为什么行程总是会这样错过对，月亮跟太阳。对，但我觉得，因为那天效亮有来议会嘛就是主席来议会的时候，效亮也有来。我一开始以为是终于有邀请他了，我还非常感动以为是终于有邀请他了，我还非常感动就觉得党中央终于有邀请他了然后他很疲累这个黑眼圈，然后我们你说的是那天要20几辆车队要留对，我后来才知道是效亮自己来的，对他自己来的，所以我就觉得很难过就是对我一开始以为说，因为之前就一直被报道说，主席是刻意一直跟他错开。那我不知道这个报道是真是假，我也不可能去问嘛但我始终认为有这样的形象跟这样的新闻是不好的，所以我一直觉得应该要安排同台。所以那天到议会的前面效亮站，我们刻意让效亮站C位嘛所以我让效亮站中间嘛，所以效亮站我旁边，然后在旁边可能是习清哥吧，就议长，然后在旁边就是主席，大概是这样啦，因为我就没有特别去看，反正我让效亮站中间就是了那我认为那时候是党中央邀请他来的，或是市党部邀请他，所以我还倍感安慰所以等结束以后，我看新闻才知道他是自己来的，想要去堵主席所以我就会认为说，有时候可能主席没有要躲他，那可是，在安排上面、行程安排上面、幕僚安排上面，你没有更细腻一点，去帮主席去安排说，在第一线这个在奋战的这些年轻人有时候在上位者，你多给他一点温暖，多给他一些鼓励，他会觉得不一样的感觉。所以你知道吗？到上礼拜5，我们节目来宾是上官还是谁讲那段，才发现。其实你们真的要给李孝亮很多的温暖，对啊，因为要讲说，如果李孝亮跟张克进一样，不玩了，甩耙子我不玩了，那你们才真的叫麻烦了。下一个张克进不玩，要去什么鲑鱼洄游，弄了半天，然后还要签那2000多份，万一没有让李孝亮感受到那个温暖，他也跟你讲，那我何必为你奋斗？而且他也不玩，对，那你们才真的要麻烦了。而且李孝亮的处境孝亮的处境比乙任更艰困因为。市北其实我们在地的议员是有在动的
但是这个中正万华的议员哈也有在动，但动的方式不太一样，是相反方向在动。哦，真的啊，所以销量就会有一点辛苦了哈。所以我其实看到他，我觉得我其实不认识他，我完全不认识他啊。那一天可能是我第2次、第3次看到他，但我每次看到他都觉得他比上一次更疲惫哦。那我觉得现在能给他温暖跟力量了，真的是所谓的党内的大人哈。党内的大人其实他们不知道说自己的影响力有多大啊。有时候你其实只需要一句话、一个拥抱、一个握手啊。其实我觉得小朋友就会觉得说，他觉得他做的事情是正确的。OK， 来将军，我每次都要问你，因为出自国民党，对，你看到李孝亮这一块，看到他跟朱立伦同框抱抱。那刚才淑慧讲，其实大人只要伸个手，也许对这些孩子来讲的话，就会觉得，不要讲恩宠，那个太八股了，但最起码对他来讲，那个辛苦跟奋斗，那个眼泪都是值得的。但是过程当中，难道一开始都没有想到会是这个样吗？连淑慧刚讲，因为没有人会觉得李孝亮怎么可能在邮车队那一次没有被邀请？怎么可能没有被邀？对，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一块。然后他抱怨完说，而且还是到人家你说馆长的那个直播场子，或者很多讲完以后，今天还有一则媒体讲，他还被退群，被那个议会的助理群组退群。对，这为什么要退他群？我刚讲，其实他现在的角色很重要啊。其实我讲哦，李孝亮这个年轻人，他入党4个月而已，到现在大概6、7个月了，好，大概6、7个月。我觉得一个入党这么党龄这么浅的年轻人，突然间肩负起这么大的任务，也就是国民党提出罢免绿营立委的案子，可能目前他这一案最有可能的，有可能成功而已。他的压力大不大？如果没成功，国民党脸丢大了。真的不止陈慧文看不起你，很多以前支援你的、支持你的选民、蓝营选民都会看不起你。所以说李孝亮的压力大不大？大。但是我讲，压力不大就没有机会，压力大机会就来。李孝亮这一次突然变成全国最有名的蓝营罢免绿委的人，还有谁比他更有名？没有嘞，赖以任被抵下去了。还有之前那个刘思莹，也没有再提了。那么那个张克进都已经躲起来了。现在整个罢免绿营立委只剩下一个人，叫做李孝亮。他有没有名？超有名。他现在你走到台湾头、台湾尾，你去讲李孝亮，大家都知道，蓝绿都知道这号人物。所以我说哈，当他变得这么有名的时候，他做一个动作，国民党逼出了朱立伦必须来抱他，就是在国民党的党部鞠躬90度，跟主席跟副发言人道歉。这个动作，各位对绿的有伤吗？没有伤。那对白的有伤吗？没有伤。对蓝的伤不伤？非常伤。我碰到太多的国民党以前我的党员支持者跟我讲说，他为什么这样欺负一个年轻人？听好哦，为什么这样欺负一个年轻人？那你认为这些人会站在朱立伦这边，还是站在李孝亮这边？这种比法不是很奇怪吗？两个人不是要站在一起的吗？怎么会让你的支持者分两边站呢？绝大多数是疼惜李孝亮。第一个他年轻，第二个他的那个呆萌感动了很多蓝营的长辈啊。这个人太可爱了，怎么被欺负成这样？朱立伦啊，不要那么没有人性好不好？我听到是这样，所以说朱立伦这一场是在馆长他们在中正万华办完以后隔天办的。为什么朱立伦去跟他拥抱？不能不抱，一定要抱，一定要抱，不抱很受伤，抱了小受伤，这抱不抱都受伤，可是抱比不抱好。那么你认为李孝亮是不是一直在等待朱立伦抱他？我告诉大家，不是。那他等什么？他希望朱立伦主席拿个1万份联署表给他，这比较重要嘛？孝亮，主席帮你去瞧好，这是1万份，每一份都是自己签的，不是抄的哦，你放心，主席帮你去张罗的。如果朱立伦叫钟小平，交5000份，不准抄，一个我去联署，郭昭言弄个5000份，对不对？吴志刚弄个5000份啊，应小薇不在，你的主任去帮我弄5000份，你觉得他们会不听吗？比李孝亮讲有用吧？当然不准抄哦。如果你交过还是抄的，自己负责。拿个1万份、2万份给李孝亮，李孝亮会当场哭出来。我跟你讲，会当场哭出来。为什么这么讲？花莲的张俊不就这样吗？花莲的张俊议长不就是这样子？500份，再500份，又500份，这才叫做真正的让你感到温暖。这只是形式上，
这只是形式上。可是我说了，做比不做好了，至少有做。将军，你们听我到？可不可以澄清一下？那个李孝亮那个退群的事情哈，其实我不知道，因为他跟我们议员的群都还在啊。那是助理不重要，跟我们议员的群在比较重要吧？没有，应该这样说了。当然，你们那个群当然比较重要，但是助理群被退，一定会被媒体拿出来讲。意思就是，他只不过做了一个说联络不到主席，结果就有一群人，如果退群被视为被排斥在外的话，就有一些人开始在做排斥的动作。这个媒体的报道应该是这样，因为我看我跟他的群，对你跟他有嘛？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当媒体出来报这个的时候，所以就应该会有讲说，那一刻我刚就讲。当有人讲说李孝亮如果甩爬不完的时候，那才叫麻烦。这时候不要说退群了，应该每个人都在里面写孝亮加油，孝亮加油，加一加一加一。理论上应该是这样。可是今天媒体报道就是他被退群了，然后问他说他不知道。可是即便这个样子，当将军在讲看到朱立伦跟他就你讲说李孝亮将朱立伦一军的时候，他还是出来帮朱立伦讲话。他说将军不要见缝插针。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对我听到了，人家还是有情有义啊。我听到了，厉害厉害如果我今天讲这样子说完以后，他就打蛇随棍上，对朱主席实在是慢了一点，那就完了。所以我才说李孝亮不简单他就是出来说没有那个不要见缝插针，那于将军的讲法我尊重，都不得罪，都不得罪。他如果噼里啪啦骂我一顿，那说句实话，两边都没了吗？所以我尊重，但是我告诉你，那不是缝那裂都快成一条河，都可以流水了，你知道吗？那明眼人都看得到嘛。可是李孝亮他有盯住大家不要认为他是呆萌他两边都盯住了。另外我讲，如果你要踢他出助理群组，当时何必邀他进来？那个就是有人邀才会进来的，对不对？那你为什么被踢出去呢？这到底为什么呢？这我可以补充一下，因为今天刘采薇有讲啦，他说他真的是被踢啦。那原因是因为他现在不是议会的，他以前是不是助理了，所以才踢啊。可是这个时间点，早不踢完，应该对时间点，就是大家会不是我们要见缝插针啊，是那个洞就很大嘛，不是缝的问题。对，这第一个。第二个我要讲其实我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同样是一个政党的一个还算年轻的政治人物，就李孝亮最后会变成这个案子没有过完全要背责任的人。现在的氛围就这样嘛，因为吴佩仪的案子看起来是国民党要罢免民进党的立委中现在最有机会、最接近过的唯一一个，但也有可能不过。那只有两种，一种是过，一种不过。至少我们外人看起来感觉像这样。为什么所有的中正万华区的议员？不管是所谓姐讲的反方向走，或者是该出现的场合没出现，比方馆长跟什么历史哥这几天不是办一个活动吗？现场人不多，这都没关系。可是中正万华的议员没有任何人到场。标题叫做中正万华团结什么什么活动，平安大会，对，什么活动，但没有任何人到场。这个会让人家觉得说，是不是因为李孝亮如果最后过了？成就的是李孝亮，而这些议员不是他们要，我不知道。但我觉得第二个反而是我最在乎的。现在看起来不过的几率高。不过之后谁担这个责任？现在责任有几个责任吧？一个责任是法律责任，因为现在在这整个中正万华区的罢免吴佩仪的联署当中，10人联署，跟之前这些法律责任有人要负责嘛？主委都已经在里面了嘛？可是第二个事情是，今天政治的责任是谁负担？我只讲一件事。朱立伦当他听到李孝亮讲说他找不到主席的时候，其实我相信任何政党如果有要跟李孝亮团结或让这个活动是办得下去的，主席只要做一件事，打电话给李孝亮，跟他讲说拍谁你有什么需要，随时跟我讲啊，以后你可以找林涛、找杨志宇、找谁，我们全力来协助。可是你不要忘了，第一时间国民党是怎么处理李孝亮的？杨志宇出来讲，国民党不是只有朱立伦，你可以找我啊。隔天李孝亮。说请去也好，押去也好，旁边做一个张思刚，然后在党中央跟大家道歉。党中央我小弟我是民主进步党的成员之一。我们今天如果去党中央开记者会，我可以完全不跟长官报告，然后借一个场地，然后说今天代表我个人吗？这是党中央所以这个道歉，党中央有很大的成分，希望他这样做的意味嘛，不然怎么党中央道歉？那这整个起来，请问这样有助于团结吗？所以这个道歉，党中央有很大的成分，
希望他这样做的意味嘛？不然怎么讲中央道歉？那这整个起来，请问这样有助于团结吗？中央要不要回应一下？我觉得刚刚他说，中正万华的议员是因为防着笑量，不想让未来的光，这绝对不可能啦。那难道士林北投不会防赖以任吗？不会。所以我前面才说嘛，士林北投的议员是有在帮忙，但中正万华的议员动起来是往相反方向动。对，这长久的心结。你这句话一定会被拿来做文章。那没办法，做就做，他们自己也知道真的是在往反方向走。他们自己他们的就是他们其实我们自己都知道，也不会演。中正万华的国民党议员确实他们长久以来他们彼此之间有一些互相都没有那么心有心结啦哈，对。然后再加上就是其中像小薇议员，他现在有一些司法的问题嘛，所以他也没办法动嘛然后这个小平哥之前就因为说跟这个谁未来谁会补选这个问题，他也很生气嘛就是要补选的先来联署啊，那他也在觉得说，那我为什么要动？会不会对台湾人作嫁啊？因为他也有一点点这种 murmur 嘛然后这个高高跟这个郭昭衍跟这个吴志刚他们本来就属于比较没有这么政治性强的议员他们的支持者蓝绿都有那蓝绿都这个比较绿的支持者就会说你麦克不加啦什么的这种的所以那边的问题比较复杂。其实更多的原因在于说他们之间的感情过去比较多这个恩怨情仇，这个是事实，我们也不用去隐晦，对，因为从我在市政府的时候到现在16年也没改变，也16年，因为他们全部都是4个都没有变过。你知道，同样的人马组合越久，不会感情越好的，只会冲突越多的所以那个地方销量才会撑得很辛苦嘛，才会撑得很辛苦那个市北相较底下就大家比较像张思刚去年的立委选举，是其他议员支持出来的不是抢出来的。Okay. 对，所以那当然就比较没有这个问题。如果万一罢赢的话，谁来补选啊？就没有这种小算盘嘛。OK， 但任俊，如果真的这样讲，可是你看到另外一个场合，但我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什么关系，因为终于看到，因为除了殷小薇以外，其他3个议员合体，然后每个人在场子里面也都讲，对我们大家要团结一致，我们要什么？当然你也听到那个戴宜金议长，因为他现在是代理主委嘛，还有直接讲。到底联署完的成绩怎么样？没关系，列入2026提名的考核。我不知道跟这句话有没有什么关系，可你好歹看到合体了。可是即便这样，所谓刚讲那个相爱相杀之间的恩怨情仇，这种场合之下，你要去连人家前面有一堆的司法的案子，还要这个样子，甚或连馆长，你说馆长他们在前天摆那个场子，我不知道媒体报道的数字我有没有看错，那个人数我有没有看错，少到让我觉得，因为馆长不太可能这么少吧？真的，我认为这跟议员都有关系真的像我们礼拜六对市北的那一场人就300-400个，没有馆长对来，我先讲馆长这个啦，因为比较好回答嘛，因为那一天的场子人真的不多啦。对。那这个我们另外一个好朋友叫历史哥嘛，还跟馆长讲说我们下次有活动的时候，馆长立刻说其实我觉得也不用每次活动我都要出现因为我要保持新鲜感，我不知道这个新鲜感在什么地方当然这个是一个尴尬的局面为什么？我看在那天的那个场面里面，媒体上写20个左右，不是民众的问题啦就民众20个嘛，但那一天去的我看还蛮多大咖的嘛就连那个蔡壁如什么，而且那个都事先看板都有做的，所以表示就是这个地方他确实不卖是不是因为议员就回到了刚刚的这一段就回到了另外的这个问题真的在的，没有中正万华就是尴尬，我觉得也不用讲什么尤其是越资深的议员在罢免这件事情越尴尬因为大家都讲嘛，就议员他基本上说实话，你说叫他在这个地方出来冲去这个得罪谁，说我的支持者不要管，我告诉你今天就是政党，大家互相 PIP， 我就是要你给我签了我就拿去做 KPI， 越资深的越知道不要干这个事。市北张思刚刚刚都已经讲了张思刚上次有选嘛。这就回到钟小平的那一句话嘛，就我今天你要大家叫我出来联署 ，OK 来1万份2万，但你先讲清楚嘛，如果今天真的罢掉了该怎么办嘛？就这个东西一直不明，所以你看越资深的每一区都一样啦，越资深的国民党的议员他越低调，越不会站到台面上，即使真的站出来，他也不会跟你要抢钱头，要跟你干嘛？任俊，所以这次你看整个两边罢免的过程，你说要罢蓝委这边罢团在前面一路走到现在，已经算2阶尾声了。
然后都还要到林佩祥那个地方，就6大门派围攻光明顶到那个地方去。那对这些霸团来讲，应该也没有就是罢掉以后谁要选谁不要选，因为他们就是霸团而已嘛。而且又那不在这个区，为什么国民党就会是这样子？不是，我就讲，因为这些人，我刚为什么特别强调，就是说他是走政治上来的。这么多年，他很清楚知道他自己的能愿意投票给他的选民结构在什么地方。有哪一个议员会讲？我告诉你，我100%我拿的票都是深蓝的。不会嘛？每次到选举的时候要去扒民众党的扒民众党，要扒柯文哲的扒柯文哲。我回到刚刚讲的那一句。今天讲说这个罗廷伟啊，说哇感谢这个，因为这个没有柯文哲当初他们就不会当选了。民众党，你下一次选举在那里也推一个参选人看看，你看罗廷伟会不会再感谢你？我才不相信呢，因为选举就是这样嘛，没有人想要这个阶段里面，当然对蓝营的人来讲，他觉得他主要的对手就是民进党。那谁，尤其在罢免的这一战里面，他只有一个票，叫做同意跟不同意啊。那我知道这些人不喜欢民进党，我当然希望他来投的叫做不同意票嘛。那你今天要去追溯到说，当时是因为民众党的推荐，所以你才得以当选，那你也把你自己的国民党看得太弱了嘛？那如果真的这样，黄国昌也跑到台中去啊，那下次黄国昌他们在台中提名的时候，你们这边不要出来叫。而且这个叫做政治的现实面嘛，哈。回到另外一个您的问题哈，林佩祥，我这必须讲啊，我现在在这边啊，我愿意肯定林佩祥的勇气，不是他把人分类，而是你光看他那个霸团啊。你可以看到这个画面，多么的冲突，但又多么的不冲突。为什么？这是霸团他们在基隆的这个安一路嘛，那边五哥很熟了啊。因为霸团在这个地方呢发动联署要罢免林佩祥。你有没有看到旁边有一个人拿着一个板子，叫做不同意罢免林佩祥？那个人就他本人。所以我跟你讲，我肯定他愿意正面对决嘛，因为选举罢免都是这样嘛，而且不是只有这一张而已啊，这边也是嘛。你看霸团在旁边就是要求，就是大家签名罢免林佩祥，然后林佩祥在这个地方自己拿了一个板子。我跟你讲，这不是一次的画面啊，我还有一个画面给各位看，这个画面，这个人叫张之豪。因为国民党他这个主张罢免，张之豪跟林佩祥两个直接对决。好，林佩祥这人他没有闪躲，我愿意肯定他面对这个罢免的这个勇气，但是实质的问题还是要回来讨论。就说林佩祥到现在为止，但我也同意啦，选举嘛，罢免嘛，没有好话的啦，选举一定讲别人坏话嘛，罢免嘞。还是要讲别人坏话，对啊，就讲那个被罢的嘛。但是能不能因为这样就说林佩祥的那个言论，反正是因为政治活动嘛？他这样讲，当然这不行，当然是不行嘛。因为他讲的那个话，对，听在人家的耳朵里面。你不要跟我讲说因为霸团批评他也好。那如果真的要讲，我跟你讲那个抹黄的也有那个讲不完了啦。还好那个团体后来收掉，我就不再搞下去了啦那个新店打成什么样子，那个都不用讲了就说当今天大家互相攻击跟批评，这是一件事。但你把人分类说我这个什么top one 的这种那你现在好啊，你不止 top one， 你 number one 了，因为大家就现在唯一就只有针对你了嘛就说那些的东西其实超出了就是政治上的攻防。你今天讲说，我讲你这是一件事情，我讲所有人这是一件事，我把所有人都得罪光了，然后再跟大家，我跟你讲，你不要太看重我的讲法，因为反正我选举嘛，我就讲大家就批评来批评去，你不要放心上。你觉得可能吗？我觉得很难，我觉得很难。最后我讲一下那个李孝亮这件事情刚所谓有一句话啦，他有一段话，他是这样讲就是说有的时候就是一句话。一个拥抱，一个握手，可能对这些人来讲，他就会觉得受到重视。大人的一个拥抱，对，这其实很廉价，我真的必须讲很廉价因为你说他是不是期待说这个刚刚将军讲说是不是他其实真正期待的是朱立伦拿1万份出来还是什么？你讲了嘛这1万份。国民党有一个立委叫卢宪一如果大家知道这2天烧得很凶嘛卢宪一说哇，党中央好贴心我们跟他讲要过年了，你也偷跑，先讲一下，你们也是2月1号前就偷跑，不要在那1月21，对啊，你们人家还没1年，你们就偷跑卢宪一说什么我们跟党中央反映，接下来过年了没办法，党中央好贴心还说你们不要担心，结果卢宪一后面那一段他们去挑，我哪知道他们挑出来的他用挑挑出来的2000多份有1000多份。然后卢宪一后面补的那一句说：“这不叫严查吗？”我跟你讲，这不叫严查。你那1/2的机会，你拿那纸上来一挑，随便抓2张都会中，好不好？一定会有中的机会嘛，1/2嘛。
就说今天对于国民党来讲，老实说啦，你说拥抱、握手这些一句话，我也赞成啊。因为年轻人说实话，有很多人就渴望被看见嘛，他觉得说哇，老大看见我了啊，真的有肯定我的努力，我就愿意冲。可是国民党在这之前是连这个都不给他。他觉得说哇，老大看见我了啊，真的有肯定我的努力，我就愿意冲。可是国民党在这之前是连这个都不给他。那一天讲说跟张思刚啊，跟思刚一起开记者会，你知道我后面听到了啦，我后面听到，他们骂死李孝亮啊，他们骂死李孝亮啊。请问在座有谁记得那一天记者会讲什么？没有。这个我来，因为那天思刚来我们节目，他刚好那天来，我就问思刚说：“你就站在李孝亮旁边，对，你们知不知道他要道歉？”张思刚就说：“谁知道他要道歉啊？他跟那个是什么副发言人，两个人都是听完。你回头只要长期看我们节目，上礼拜四思刚在这，思刚就说。”然后我讲，大家一定都忘了你们要讲什么。思刚就把他们那天是要来讲，他们有很多线上联署的点，你只要手机扫一下就可以什么。我说拍谁？没有人会记得，要不是我 cue 你这个，你也没有机会再讲一次这个，因为大家都只是记得李孝亮那个今天一鞠躬，所以张思刚他们是有苦的啊。思刚那天也讲说，我们那天是要讲这个啊，结果他那个道歉。全歪楼了，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张思刚叫他道歉的。对，他更冤枉。张思刚也讲说，他道歉的时候，张思刚也觉得大哥，这时候这是哪一出呢？他心里也是这样想啊。那没办法，宝宝苦啊，宝宝只是不能说啊。思刚那天礼拜四他就直接这样讲了。是啊，所以我就讲，所以那天的只有我记得。对，因为我礼拜四我们没来啊，我们也没跟思刚联络嘛啊。所以我讲的就是说。我自己听到的是国民党一堆人骂翻了，你知道吗？就说今天弄那个，因为还前一天10点发彩通说10点钟大家要坐在那边，结果当所有人看得到的是，居然他突然啪一声跟大家道歉。所以李孝亮说：“哦，大家不要见缝插针，不要怎么样。那洞是谁挖的啊？那洞是你自己挖的，你搞了这么大一个坑，然后呢把大家都推下去，然后自己土还把它埋起来，然后埋起来之后说：不要再搞了，你们再被搞事，我跟你讲，这个其实根本就没有洞。”多少人被你埋在这个洞里面了？你没有发现啊？所以我就讲啊，那现在几个国民党要我就讲这个，不要说张思刚气啊，我们也很纳闷啊。说你们今天大家这个大张旗鼓弄一下，到最后好，今天大家又开始聚焦说，哇，这个朱立伦终于跟李孝亮啊同台了，还勉励他说，你要继续干，终于这个一句话啊来了，握手拥抱都出现了。可是我讲实话，对于这些霸团来讲，好。刚刚提到说这个什么张克技，现在听到的一个消息是说，哦，他们那一区啊，说这个要回收的鲑鱼回油，鲑鱼回油，说已经到了。收达标了吗？说达标，说2200多份，他说拿到2200多份。后来说陆陆续续又寄了一些，应该是有听到将军讲了，我帮将军讲2句了。没有，不是我讲，那钟佩君说。对，钟佩君讲说，不要以为是将军讲完以后他们才这样，他们绝对不是受我的影响，他们自己去做。反正话怎么说都可以啊，但重点是什么？他2000多份说收回来，对不对？结果联署的分数到现在还很尴尬，还差，因为他那个还差很多，你知道？所以我的问题就回到了，就是说，当国民党现在把这些东西，好，感觉上好吧，你们都期待我做，我就做给你们看了，好了，李孝亮，你们想要跟主席见面，我也跟你见面了，好不好？啊，你要怎么拥抱，要我勉励你，我都 OK。可是本质上面有没有改变，在大罢免或者是你推动罢免的这件事情上，去增加不管哦，我今天对于蓝营的向心力是我愿意拿去支持罢免。或者是我因为增加我的凝聚力，我到我的选区里面，如果有国民党的立委要被罢免掉，我愿意投注进来，说我反对罢免。OK， 最少在这个目前的这个氛围下面，老实讲，你看出来的比例就差很多嘛？来，范老师，政治学教授，请问一下，在政治学上来看这个问题，有很多问题都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啊。譬如说，李孝亮跟主席的距离干嘛要搞得这么远？冠廷刚刚讲的是啊，只要一通电话，就当他到馆长都抱怨以后，只要一通电话，事情摆平了，而不是一个发言人出来讲说为什么一定要找主席，我就可以啊，你只要电话胜过2-3分钟，剩下媒体上也好交代嘛。好，这是一个。那林佩祥就不要讲了，所有这些火，刚才最近这一阵大家讨论都是这样，都没有办法理解，除非出现一个像刚才淑慧解密的。
他知道早就过了2阶了，我根本不用跟你讲。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刚才大家看到那些画面，对不对？那个画面对比，那为什么徐小青会说他被霸凌的感觉？林佩祥在上次钟小平说要到那个地方去发动的时候，他就讲过这句话：基隆市，基隆人决定。他现在又喊了基隆市，基隆人决定。他站在那个地方一个人，然后跟所有的霸团这样对比。各位，你们看到的是那样对比，你有没有想到过基隆人看到的是什么对比？谢国良当初就是用这样的模式打赢第3阶的。我问一件事，你觉得林佩祥是一个人扛着牌子从他家走出来，站在那个地方吗？可能。他没有助理吗？一定有。啊？当然有啊。那就对啦。我如果要搞人山人海，我肯定比你们霸团的人多。但是我连助理都不要，我就一个人要站在那，让所有的基隆人看，我站在这里，这些人要来霸我。你不觉得他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吗？好，当初谢国良3阶不就是这样一个人站街头？还记得有一个画面吗？他在直播，有一个人突然来要跟他打招呼，在直播的时候跟他说我要罢免你。有谢国良也只能尴尬的笑一笑，说谢谢谢谢，就这样。但是就是这样的氛围，25%都没过，甚或他还倒赢。有啦 ，GoGo 啦，大放送也是。好了，不管怎么样，这些很多啊。好，你说从这个李少亮，我就讲这是一攻一守之间应该出现的事。那更不要讲像王威最近也在讲啊，他也讲说他很苦命，他2年要选4次。就你们大家没事为什么还要这样？可是这些在其他不管是霸团或民众耳中听起来，也许不见得听法或是感觉都会一样啊。这个李孝亮跟朱立伦的关系已经很难用政治学来研究了。哦，真的吗？我觉得应该用心理学啊，因为我才很难搞不懂他们2个为什么要这样子，像牛郎织女一样互不见面。Yeah. 其实我必须要讲，就是说李孝亮他现在的这个状况哈，看起来是不太好了。什么叫状况不太好？心理状况压力很大。压力大是一定的。对。然后呢，我也搞不懂，就是说他要配这个里面有两个配，一个是吴佩益，一个是林佩祥，2个配的字还都一样哦。那吴佩益大家不太想如此啦，但是没办法，2个都一样的字，但是这2个情况是完全不同的。我先讲这个吴佩益，目前你看上礼拜5小平在我们节目他怎么讲？连国民党的里长都反对罢吴佩益，而且认为他服务做得很好。那怎么办呢？他说以后我们提名要什么忠诚考核吗？所以我觉得就国民党现在就变成说，距离吴佩益的2阶段是6月7号，其实距现在还有3个礼拜。照理讲，国民党应该要上下一心嘛。因为目前看起来，你说吴思瑶不太可能，因为他的这个领衔人张克基已经跑掉了。然后刚刚讲过他的这个鲑鱼回流，目前看起来好像还不是回流的份数好像 OK， 可是那个联署的份数好像还有一些差距，还有1万多，还差1万多嘛。好，那我就不晓得他回流，但是可不可以确定是谁是联署人？谁是领衔人？领衔人现在还没有确定啊，现在还是空白嘛。可能是什么赖以任啊，他要接任，但是还要请中选会，所以还有一段时间呢。所以我觉得看起来吴思瑶不可能，那最有可能就是吴佩益。那吴佩益在这个情况之下，国民党还没有请全党之力在支持这个李孝亮。我觉得这场战争是很奇怪，如果这是一场胜战，就是国民党认为是一个重大战役。应该找一个最有经验老道的人来当指挥官嘛？就你找了一个谁？找一个入党4个月的李孝亮。这是个很不对称的安排嘛。我起码找苏小平吧，因为苏小平有罢过这个林长佐。对，我们等一下聊一下芬兰。对，他有经验嘛。对。结果你们不是，怎么会莫名其妙有一个李孝亮来当这个领衔人？这个当然就跟国民党有关，就是当黄吕举如怎么会这么草率？就你把你自己跟钟小平的私人恩怨看得更重，所以你不愿意找钟小平，你找了一个完全没有知名度的，然后大家看到一个完全对党也不认识的，对这个罢免也完全不清楚的人的李孝亮来领衔，这本来就是个大错误。OK， 可是国民党没有纠错机制哦，你要罢一个这么重量级的吴佩益，你怎么会找一个刚入伍4个月的新兵来当指挥官？这很荒唐的事情嘛。可是从台北市党部没有人去纠错，中央党部也没有去纠错，就让这个事情一直步步错下去。好，那事后呢，你朱立伦，你对于李孝亮愿意为党牺牲，
你应该给予他最热情的拥抱，你应该给他最深层的鼓励嘛。你就是本党的林觉民第二，对，本党要帮你立铜像，对你太伟大了，你牺牲自己，甚至还被约谈，还差点被羁押。李孝良还说什么？就羁押我啊，不要搜索中央党部啊，这浩然正气啊！国民党有这种年轻党员，对不对？这是非常少数的嘛。结果没有，朱立伦反而跟李孝良保持距离，一直在外界压力之下才不能跟他一抱。所以我觉得这个国民党对于李孝良这个态度，难怪他妈妈很失望嘛，说是你们国民党的炮灰。为什么会这样讲？全党看不出来对他的力挺。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李孝良看出来国民党这个酱缸文化。那从朱立伦来讲是说，你不过才入党4个月，你有什么资格来直接挑战我？说要见我？对啊，见我，对不对？我们是论资排辈的，你是什么东西啊？所以对朱立伦来讲，我为什么要见你？然后你要接受媒体访问，还说我要找朱立伦找不到，好像一副他很委屈的样子，那就犯了国民党的大忌嘛。国民党的文化就是这种文化。等一下，苏慧，国民党的大忌就是要见主席，不能够公外面讲我见不到主席。然后要论资排辈，要先上千层到上一层，再往上一直到最后要到主席。先从小组长开始。要先给小组长，然后到台北市的地方党部。这个老师你想多了啊！我们现在都不知道小组长在哪里，没有这么复杂。你应该记得的是30年前的国民党，没有这样子的大忌啦。真的。对我起码没有犯过这样的大忌啊。对啊，我觉得应该是说，孝亮可能之前他跟党中央比较没有那么熟，因为他之前是现营议员的助理，那在这一次罢免过程，他当然有很多辛苦，他想要跟党主席、跟主席说，那主席他也不知道，这中间因为还那你不要跑到媒体上面去讲啊！我觉得讲出来，这就让大人难做人啊！我觉得不能去要求孝亮必须要在什么场合讲什么话哈。我觉得我不会去说他说你在不对的场合讲，我觉得他心里有苦哈，有想讲的话他就讲，这没有什么啦，这没有什么。我刚刚就说了是。党中央那边的幕僚在安排行程上面应该更细腻一点啊。对于说在第一线打仗的人，其实应该要多一点同理心去关怀啦。对，不能去说。所以那一天我觉得不让他必须要再出来道歉，我觉得是不对的。对，不是。他一直说他没有被道歉，所有人也就说他没有被道歉，是他自己突然站起来就今天一鞠躬。他可能想一想，又觉得好像这几天的新闻又再来困扰了，他又要道歉。但我觉得不应该给他有这种心理负担。但是不管怎么讲，都不应该要有人逼他道歉，对不对？而且也不该让他有心理负担呐。就算新闻出来，也要有人去安慰他说：“你不要想太多，没什么事。”OK。所以李孝亮如果说在念大学的时候就加入国民党，就感受到国民党的文化，他今天不会有这种行为了。他就是一个非国民党的思维模式，然后他就觉得这样 OK 啊，就碰到了国民党的这个所谓的酱缸文化的底线嘛。所以那再来讲这个林佩祥其实我觉得他是有点衰啦。因为他本来是国民党有30个立委被罢，达到第2阶段，那个叫死亡组嘛。他是属于安全组的。因为他跟其他什么陈超明啊、邱正军啊、谢依凤啊、徐欣怡他们是安全组的5个，结果呢最后一个。谢依凤是在5月13号，就2阶没过嘛，就罢团猛然一醒，还有一个人呢，这个人是有可能让他被罢掉的，是谁？就林佩祥。OK，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2天，我今天有遇到这个郑文廷议员，他说这2天啊，基隆的这个罢团从外地来的，几乎把基隆的大街小巷都塞满了。而且他们是直接把他们过去罢免成功的经验直接。在就地就来实施，所以他们这个经验传承嘛。那看起来他认为，因为这个林佩祥2阶是到5月后天23号，对吧？他们应该要在22送件了，22送件。好，那就没3天嘛，哈。所以他们是很有信心的，是可以达到2阶的标准。所以我觉得林佩祥他成为众所之地之后，加上他一贯的失言风波。难怪他现在的仇恨值很高。那我跟你讲，因为欧洲待久了，你要多讲。对我现在那个思路也比较通了，你知道吗？因为心情好，所以很多东西都以前想不通的，我现在都你现在想通了。
为什么那个朱立伦不想见李孝亮？那当然嘛，你想，假设今天我要找人揍范老师，你干嘛揍我？你不要去了欧洲回来就暴力相向啊！举例，我给你去欧洲气质好一点。举例嘛，干嘛这样子？然后呢，我就现场就下去了。没有，然后我就说，冠廷帮我一下哈，然后冠廷就帮我出手，就后来揍他之后，就冠廷被抓了。那冠廷被抓，他讲义气啊，他现在就不讲是谁指使他。那如果但是冠廷有一天讲说，那个惠珍姐，那我就说没有，我最近很忙，我没有，我当然不能见他啊，因为我心里有鬼嘛。我如果见他之后，我就会变成是主使者嘛。我很惊啊，我哪才好厉害见到，所以就开始一直避啊，不然呢？为什么你一个堂堂的主席，你怕他干嘛？嘛，我如果见他之后，我就会变成是主使者嘛。我很惊啊，我哪才好厉害见到，所以就开始一直避啊，不然呢？为什么你一个堂堂的主席，你怕他干嘛？你关心他是应该的啊。第二件事情。这果然是心理学，这个不能用政治学去解释。他要去一趟欧洲才想得通。这是欧洲的那个文化艺术洗礼熏陶，所以那个教宗的礼赞终身之后打通了。你什么时候再去好不好？你看，是不是他是不是应该很不要被揍？你出钱我就去。刚刚惠珍因为长期以来在欧洲待了久了一阵，所以他看完所有资料，他推论觉得反正党中央，然后包括朱一伦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什么样的角色，这是大家在讨论另外一个就是。到底会不会冲党中央？对，包括检调会不会去，不管要搜或是约谈党中央啦，或什么，到底层级有没有人要负责，有没有层级到哪里？这个恐怕就是因为这个案子，司法的案子还没有走完，后面还有，只是大家在观察的。来，问题是没有我觉得党中央这个事情就是留给检方还有法院最大的空间呐。我相信是这样，如果司法人员他可以在不用冲。最大在野党的党部就可以得到所需的办案资料，没有人会想干这个事。可是现阶段的状况是，国民党从上到下有没有要配合调查？我举个例子态度的问题，就是这件事情，我们觉得诡异的地方是，超时的联署这件事情确实是犯罪，我相信没有人会觉得有问题，国民党也都不否认。国民党现在在处理的那个切的点是在于说，国民党没有人跳出来承认说，是。那个他们指使人抄的，中央指使。那中央指使的或地方谁指使他抄的？可是你看到这几天的新闻，已经陆续都有看到一些新闻，已经有很明确的报道说，有志工被约谈，志工表达是说有党工叫他抄，或者是怎么处理。这个讯息我们都无法证实，因为是媒体报道。可是假如最后真的起诉书写的是这样，那我只能说这段时间国民党真的非常没担当。国民党无论是地方党部、中央党部，如果有党工去指使底下的志工抄，而导致这个1000多份联署，怎么可以这一阵子以来都装聋作哑？唯一最后我能理解一件事情，真的检方调查到最后，真的如同他们所讲的，这一堆联署书使人联署的抄的，都跟这一些人无关，有可能吗？我如果他们真的是这样的话，我就等着看。所以我的态度一致，就是。给检方好好的办案空间，然后也不要预设立场。我觉得国民党前一阵子一直在预设说他们会来党中央主发会，我们要开全程直播，我觉得都没必要了。OK， 冠廷是那因为明天是520，对，在520前夕，那赖总统接受媒体一切的访问，其中讲，但对罢免他也表达了，就是走向直接民主啊，类似这些。当然，国民党他们的看法不太一样，但里面引起大家讨论最多的就是所谓的并购说。对 ，OK，那我先让观众们看一下，包括赖总统讲的并购说，然后包括国民党朱立伦主席，包括民众党的黄章主席是怎么回应的。来，冠廷是那这个的始末之间为什么会出现像这样的一个比喻？它就是比喻嘛，没有这事情这样。我先讲达成意想不到效果 ，OK， 我觉得超好的，就是赖总统讲完这话之后，朱立伦严正的表达台湾不应该被中国统一，我就是很棒。国民党的态度立场没有，这样大家有共识嘛？好，这第一个。不会有人怀疑民进党或赖清德要把台湾的主权让给中国嘛？我们一直以来所讲的就是台湾中华民国，我们的主权，我们的各方面的自由民主应该要保持下去嘛。那一天是这样，他接受一个 podcast 的专访，然后刚刚的画面就是他举这个例子，为什么中国想要并吞台湾，其实就像一个大企业要并购一个小企业一样。可是赖总统提的重点是，你有看到这个大企业在这过程当中有去谈
我并吞你之后，所有的细节或所有的条件会变成怎么样吗？我举例，我们的自由民主会不会保留？我们台湾会变成什么样？没有嘛，因为中国它要并吞台湾，或所谓的大公司要并吞小公司，中国从头到尾只讲一件事，我没有跟你谈，从头到尾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赖总统就要强调这个，就是中国就没有要跟你认真讨论这些细节嘛？你要先确定一个前提，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才有后续，这是前提。第二个，我觉得赖总统要强调的重点是对等跟尊严。民主进步党主政的政府，我们很愿意跟中国谈，因为无论是在野党，或者是有一些人都一直在认为说，民进党你们就是不跟中国谈啊。赖总统这反而是我觉得是国民党应该要给肯定赖总统他提的前提就是对等。尊严，当然两岸可以谈啊，可是我们一直要对等尊严状况底下，中国从来没有要给中华民国对等尊严，这是现在最大问题。OK， 将军要补充。我要补充一点，我其实那天我听到这个，我听到赖清德总统讲这句话，我吓一跳，我吓一跳，因为我是中华民国派的，你说我是爱台派、台派我都承认，但是我绝对不是那个被统派的，所以乍听之下，是不是赖清德总统好像愿意被统？那我在想，我在猜一件事情，那习近平听了会怎么样？会，可恶，怎么可以谈并购？习近平应该不会生气吧？习近平看，哎呦，这小子开窍了，可以跟我谈了，可以被我并购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两个很荒谬的事。台湾在这个地方70年跟对岸分治，我说句实话，中国有没有停止一天要吃掉我们的企图？没有，一天都没有停止过。中国要并吞台湾，好了，你说他统一啦，合统武统，他就要吃掉你，从来没有停过。那么赖清德总统从上任以来就没有说，我从来没有说我要切掉，不跟你谈过。这谈是为了什么？谈是为了和平嘛。但是不能谈什么时候？不能谈的时候，我只有用我的武装来确认我的决心嘛。那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奇怪，朱立伦跟黄国昌不是明明认为两岸不是两个国家吗？赖清德讲说我们互不隶属，哇，气得跳得快比2层楼还要高。这时候怎么突然就说啊？你看你要卖台，这逻辑混乱吗？所以我才讲。一件事情调出来之后，开始发现国民党并没有像习近平想的那么乖，所以习近平看到朱立伦这个反应，会不会对他再考核一次啊？因为最近朱立伦不是说他要反共吗？林涛也说他要反共嘛。我遇到了很多人，他说我们都是反共的。习近平听到了哈，国民党他并不是你所想的那种乖孩子，他只是现在在台湾他争不过民进党，所以才拉国民党来拉共产党来当垫背。所以如果一个赖清德的这个说法调出了全台都是反共的，我觉得好事啊。我们跟中国如果按照大家的想法，我们不隶属一个国家，我们各是各的国，我叫中华民国，你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互不隶属，这样子下去只有一个方式，你要谈，你要跟我们讲和平，很简单，制度先来谈，谈自由民主，你不要搞共产制度，你跟我们一样搞自由民主，你的总统用选的，你用人民选总统出来，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后面有什么好谈。但是我告诉你，两岸都民主了，就没有并购的问题，也没有并吞的问题。只有专制的国家才会并吞另外一个国家。所以一个这种比方 ，Parkes 居然调出了国民党，这我感到很欣慰。原来国民党还是反共的，反对。不会啦，也是有民主国家想去并吞民主国家，美国就想买加拿大，还要加拿大总理当他面说绝不出售。所以我相信啦，我相信赖清德应该是举错例子啦，他心里绝对不会去想说。谈条件就可以来谈统一，我还对他有一点相信。但是一个国家的总统不要说总统，我们政治人物对于主权的论述都要非常非常小心。尤其一个国家的总统在接受专访的时候去把国家的主权说成是说可以谈条件，你如果要来跟我谈条件，我们就可以谈来讲成并购，我认为是过于轻率跟不妥的啦。但我相信他心里没有那种想法，他只是不会举错例但是有这样的想法的人，他不是第一个。2007年的时候，曹兴诚曾经主张由中国来提一个统一公投的方案，然后交给台湾来公投。是中国提一个方案，交给台湾来公投你有什么，我有什么条件，什么条件？台湾民众如果看得好的时候，去投。这是曹兴诚最早主张的想法，我不知道是不是最近曹兴诚董事长跟赖清德比较巴蒂以后，把这个观念灌输给他说，别讲嘛是那样，一心亏给小出来我们看看我们满不满意再说。不过事实上，实务上如果真的两个公司的合并，小公司也可以先提条件不一定说一定我们在坐等大公司的条件，这是第一个。再来因为大家有一些猜疑，是因为川普刚讲完。
和平统一这件事情。赖清德马上跟在后面说：“如果条件开出来的话，哈，也是要谈并购，要先开条件。”大家会害怕，你知道吗？哈，会有一点点怕的，因为毕竟民进党一直叫大家不要以美，而且要尊美哈。那跟着美国的脚步走，又这么近的接在一起，这又跟过去赖清德总统主张的是完全天翻地覆的，完全相反的讲法。我们死都不可能相信。赖清德总统居然嘴里面会讲出说可以谈呢，可以谈并购，可以谈合一，这个死都不会想象得到的，怎么会？他举个例就随便举成这样呢？然后又接在川普的后面，所以大家会有很多想象，不能怪民众有这样的想象，而是一国的总统随便把主权拿出来举例子，这个实在是太轻率了一点啊。来，财经专家，对我这个经过新教宗的终身的礼赞之后，我现在的思路非常清楚哦。从财经的角度来讲哦，所谓的他举的例子是说，中国是比较大的公司，台湾是比较小的公司，那代表什么？两家不同公司嘛。它就是两家不同公司，所以呢，如果按照中国的想法，什么两家公司？你是我100%的子公司，对啊，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赖清德所有的举例里面，他就讲错一个字，他讲说中国是比较大的公司，台湾是比较小的公司。如果你要来并我的公司，他不要用并，他只要讲，如果你要跟我谈合作，那你要来谈条件啊，那这个不是台湾条件，你要。所谓的合作就没有并不并的问题，可是因为他用那个并，对，就会有人大吃小。可是不管是大吃小还是怎么样，重点是它就是不同的两个公司嘛。我觉得这个逻辑上，从财经的逻辑是这样。那但是你刚刚讲到习近平听，习近平说什么并不并？你就是我的呀，你是我的，你就是100%外子公司啊。比如说现在大家讨论 Intel。对不对？你说什么台积电跟谁有没有可能去吃掉 Intel？那才有并不一并的问题。什么叫并不并？就是不同的公司，所以才有并不并的问题嘛。那如果说你本来就是我的子公司100%子公司，或者是你是我的什么公司，那哪来的并不并的问题？但是我是觉得他这个讲话不够精准。如果你用并这个字，确实让人家觉得哎呦。所以你现在是可以谈哦，好，但我觉得他的初衷应该是起于就是不同的，就是比较偏向两国论啊。根据。因为蓝营跟白，尤其蓝营，你知道对这个，你看当朱立伦讲话非常重，甚至讲了很多，就现在怎么讲那都不离所谓的赖清德要卖台，那连条件都开始在等。蓝营现在因为长期以来，你知道蓝营只要讲什么，大家就一定要讲你们有没有立委？这次罢免会搞成这样，也是因为是不是到中国大陆去，然后去有没有什么到那地方回来，包括立法也立得怪啦，类似这些。所以当赖总统讲了这个的时候，蓝营你看从朱立伦以降。那所有的词用都非常非常重，这样意思就是说，不是他们在卖，原来有人要卖，会搞成是这个样子。马上做民调嘛，好不好？还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嘛，我就用国民党的说法说，赖清德卖台，要把台湾给卖掉了。请问多少人认为赖清德就是个卖台仔？就这么简单嘛。好，就是这个，当然国民党论述会有他的，他觉得他有 OK 的地方啦，哈。就我刚刚赞成惠珍的那个，但我觉得他问题不在并这件事情啊，因为对老共来讲，他其实就是要并吞嘛。那你讲并购嘛，我觉得不是只有并的这件事情啊，那你今天讲说并吞是我不用经过你同意嘛？俄罗斯去搞乌克兰，就是我哪管你的，我就是用武力去打嘛。那老共看起来他一直强调的是这件事情，所以当你今天用是一个商业的行为来强调并购就是很重要嘛，双方合意嘛，就双方要合意嘛，不然哪有同意的问题？所以，当你今天用是一个商业的行为来强调并购就是很重要嘛，双方合意嘛，就双方要合意嘛，不然哪有同意的问题？就大家用并购嘛，不同意你硬吃我那就叫吞。所以，我觉得当然赖清德你说他用字精不精准，但我觉得还是回到，因为政治语言就是他卖台嘛。那有多少人看完国民党的批评就认为，对赖清德你本来是一个台独仔，现在你就是个卖台仔，你要把台湾卖给谁？卖给老共。你就有多少人会被这个论述同意掉嘛？我觉得我个人认为难呐啊，这也就是另外一个矛盾的地方了。所以矛盾的地方就是说，以前国民党人怎么批评赖清德的两岸，你死不谈，老共就跟你谈你都不谈，
他现在示范一个讯息，其实可以谈，不行，你看你就能不能卖台，所以还是在够的这个字啦。我认为其实到后面就是因为到商业大律师就知道文字要很精准，你那个文字不够到精准的时候，容易被李孝亮的名言叫见缝插针啊。可是我不觉得说赖清德卖台的这件事情会引发多大的效果，也就是说。以前大家觉得赖清德你搞这个一直说你是这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啊，你一辈子就希望台湾能够独立。那结果赖清德就任总统到这1年为止，请问两岸关系里面赖清德到底冲撞了哪个？他的回应跟因应有很多东西其实都来自于因为对岸有动作或是怎样的时候，那他作为一个回应，你说他主动在这1年挑到了什么？刚刚淑慧讲的那一句话，他都也认为就是。他也不认为赖清德到今天会去搞什么事情出来。淑慧刚刚前面加了一个川普的话在前头，他的意思说那个川普突然之间讲了一个统一、和平什么什么这些，然后说赖总统在专访的时候就带出了后面这个，所以我还是相信他是乱举例子。OK， 我觉得我刚刚前面有说，朱立伦有没有相信他也是乱举例？没有，我不知道，但是我个人觉得他就是一个不会举例子的人啦。朱立伦是发现了一个浮木，赶快报上去。对，但总统不可以用这种借口来搪塞，因为他是总统，他有很多幕僚对啊，所以他那个语言说出来，当然会引他讨论。我就讲嘛，就是大家前面观众朋友，你就自己想，就说好，国民党现在骂成这样，赖清德就是要卖台了，准备把那个台湾卖给老共了，你几个人会相信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他回到了根本的问题是，赖清德这1年，因为马上520嘛，明天是520嘛，我知道接下来还有其他民调也会再做出来，对于这个赖清德的施政嘛，其实我觉得你真的去看他两岸的那一块。因为很多人其实在过去，尤其国民党一直在批评的是赖清德在两岸的这件事情上，会导致到台湾遭到很大的危险，甚至就是你今天赖清德说的在两岸的东西里面，会让老共就是觉得好吧，我不管怎样我就打，不然当时那个什么那些什么的大陆的那些梧桐网红，他是如何对我其实好像对你都不讲他的那个，我还真忘了他，对，不是，我就讲就是说。你今天再回来看这1年的整体的两岸过程当中，有没有变成原先所批评跟抨击的那个样子？其实没有。所以有些人会讲说，你看赖清德520了，赖清德到底做了些什么事？好，他到底做了什么具体的？我真的必须讲，你光看两岸的这件事，有没有达到过去的那样？就像以前国民党讲，哇，民进党执政，哇，用台湾的国旗啊。后来大家也讲啊，从蔡英文2016到现在为止，台湾叫中华民国。它一样是存在在这个地方。没有，大家是从1994开始。1994那次台北市长那次的选战，对，那次是真的打到，那口号也非常重要。民进党也说马英九会卖台，马英九都当完8年了，没问题的。但马英九现在好，也没有东西可以卖了，他没有所有权。我觉得中文其实没有这么难理解了。我再次重申赖总统他的态度很清楚，他讲这个比喻。其实就是在谴责一件事，就是中国每一次都对两岸的互动先设前提啦。我觉得他讲的是这个。来，这种是政治学可以分析的吗？这可以是政治学。要不然惠珍要打你。我要申请那个什么家暴令。对，没有关系不是一家人，不是一家人。这个我觉得黄国昌从去年以来就是直接批评这个赖清德，他针对性很强他是直接他言必称赖清德，对，言必称赖清德。现在有个人跟他一样，就是朱立伦，你不觉得两个人好像在互相在比怎么样塑造这个对仇恨赖清德的那个仇恨？反赖清德第一把手，对，像那边第二把手，但是我觉得朱立伦最近的反应是让我觉得有点糟心啊，就是为什么？他有点膝盖式反应，例如说他看到这个赖清德抢到这个病。他就说我要反并吞的，赖清德是卖台的，就是很直接的反应。那表示你国民党也反并吞嘛？你国民党反并吞，好啊，那你是不是要把对岸就视为赖清德所说的境外敌对势力？如果是这样的话，所以我觉得他这样的说法，我不觉得中国听得开心。就像他之前说反绿共那为什么？因为当初这个霸团是反共护台嘛，就把我们国民党说成是不反共。好，那现在民进党。有这个高层有这个共谍，就是反绿共，那等于说你是要批评民进党，所以等于说共这个字在台湾是一个脏字，这个 dirty word 是共产党，所以你说民进党反共现在你国民党也反共，那你国民党未来你夏立言怎么去跟对岸交流了？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好，你说你要反共，你也反并吞，但是问题是你怎么反？你反不过民进党啊，
就是刚刚讲的，你说赖清德是会卖台什么，但是问题大家不会相信啊，大家还是相信你国民党可能会卖台嘛。就变成你搞了半天，你反共反了半天，第一个既达不到外界对你的支持跟认同，第二个你反而造成你跟对岸关系出现裂痕，再来就是你内部的保守派，像洪秀柱，像这个所谓的这个连胜文，或者你说这些人马英九，他们也不赞同啊。他们也会对朱立伦你这个做法是不是太过头了？因为这个对他们来讲，可能会造成是一个未去对岸的一个阻碍啊。所以我是这样看，就是说，目前来讲，朱立伦他为什么会做这些行为？某种程度，我觉得还是在为他的党主席在做最后的保卫战。透过仇恨赖清德，然后来凝聚全党的共识，对不对？这国民党上的最大共识嘛。他为什么现在你还认为他这种党主席还是利用这个机会也把罢免这一战都摆进去？也就是说，反正因为罢免总要找到一个稻草人嘛，你总要找，因为就是被罢的那些立委，可能只要找有一个人能够感觉上对打的那种感觉，所以国民党现在只要把赖清德这种3个字摆在那儿。言必称赖清德，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赖清德，因为赖清德想要立院过半，因为他想要独裁，因为他想要什么什么，所以这时候那投下反罢免票，因为赵少康已经这样喊了，投下反罢免票就是反赖清德啊，他们现在已经用这样一些模式啊，所以赖总统讲这当然刚好在这时候一定要拿来用啊，没有错，我觉得他也在激发就是反罢免的这个意志力啊，投票，因为我觉得蓝营的人就觉得说，我反对我不去投啊。所以他现在要把那个大家去投反对票的力量激出来，但是有多少效果？我不晓得，因为现在国民党大概30席，已经过2阶了嘛，再加上林佩祥要31，那个力量那个是很分散的。你国民党你要怎么样把这个力量或这个怨气激发到每个选区去？我觉得那个恐怕不容易。那你看黄国昌就直接昨天黄国昌在台中怎么讲？就是赖清德发动大罢免了，他直接讲说赖清德但是这个当然跟事实不符嘛，你这样子，你对那些罢团的人来讲，他们当然不能接受。可是我觉得黄国昌现在也是怎么样，他也只是想要顾好他自己的那3亩地了啦。因为其实很多罢团你去看，大部分都是过去跟政治无涉的人，而且你告诉我，你去哪一个找出来他是民进党的侧翼，或他就是民进党党员，或民进党党公职，我讲没有，他们这些人其实本来应该是比较可能是民众党可以去吸收的，但现在你要把它全部推向民进党，推向赖清德。我觉得这对民众党的未来并不是好的事情。我刚范老师讲的，来苏慧，要不要今天我回应一下？你们现在包括朱主席，包括这件事情，赖总讲说大公司、小公司并购啊这些，反正现在只要讲到赖清德和赖清德总统，因为他们讲也不会加总统2个字，反正就讲下去，只是要塑造一个近期来看，在这个罢免里头找到一个能够当做假想敌的对象，是要形塑这样一些氛围，催出你们反罢票吗？我觉得催出反罢票这件事情啊，从426之后啊，表态率真的变得很高。我自己在内湖南港的时候，我就觉得越来越明显哈，我就跟燕秀姐讲说，要乐观一点哈，因为跟我们加油打气说一定会出来的头越来越多哈。那426为什么是一个分水岭？然后再加上近期的司法的作为我觉得都让反罢的气氛越来越高啊。这里面当然里面还有投射的，就对赖清德执政这1年的不满意度哈。你说为什么这个现在有一些诉求很朱立伦主席会直接诉求说跟赖清德对决？因为第一个他是总统，第二个他是执政党的党主席，党政一把抓嘛，那不是他该负责？不是跟他对决，那要跟谁对决呢？难道跟民进党的秘书长，不跟民进党的副主？我也不，民进党应该没有副主席吧？我也不知道跟民进党谁啊。跟卓荣泰显然他也是成总统的意志嘛，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对决的逻辑连结。民众也觉得，就总统要为我们国家的问题负责啊。我觉得还是一个核心点哦。如果这些国会没有烂到让人无法忍受，何来大罢免？客观讲，现在各界的民调做起来大概都有一个趋势。像范老师他机构也常做嘛，然后今天那个像有几个机构也有公布嘛。如果你问说全台湾大部分的人民不分区，就讲说你支不支持大罢免，大概现在就是支持跟不支持的两边大概就是差距很小了。可是当你细到每一个选区的时候，每个人状况不同，最大的差别是，就是现在认为应该要出来投，就是罢免国民党立委的那个热情度跟认为要投的那个比例，明显的高过投不同意罢免票。从我们刚才一开始在讨论林佩祥，到徐巧芯，到所有的国民党的立委做的都同一件事，他们已经没有在管要罢免他的这一些人的比例了。
现在大概有80%认为要同意罢免的人已经会出来投票，各式民调做出来看来都是如此嘛。可是他们现在在做的事情不是去处理这些人，让他们不要讨厌我，没有啊，他们在处理是另外一块，就是现在投不同意罢免的2-3成，就只有从这个，那这个对立是谁造成的？我是认真讲，如果你发自内心认为说这个大罢免应该要停止，因在哪里？是这一些这么多的人有这么高的讨厌你的那个仇恨的因子，你没有要去让他降他的意思啊，所以最后结果那就是两边车拼嘛。那请问一下，世壮运的这些事情，你觉得会添一些大罢免的柴火吗？没有，虽然他是台北市政府没有立委或者什么，但是会不会因为现在所有的事情全部都环环相扣，对，都变成这样？不跟大罢免有没有办法扣我不知道，但会觉得双北真的有点呛啦。这个案子我要再次强调，花了台湾人民纳税钱总共16亿。我们新北市只花1亿多，而且你们台北市花比较多钱，中央还补助了不少。我举几个例子啊，第一个例子，这几天在网络上一直被传了，居然有一个那个上面的那个看板帆布嘛，上面呢这是正式的比赛，四边包绳不打洞。居然有一个那个上面的那个看板帆布嘛，上面呢这是正式的比赛，四边包绳不打洞啊，变得很搞笑，变网络的梗了嘛。台北市政府回法怎么回？那这我就真的很有意见。台北回法说这个是因为他们授权给那个民间然后来支持就是宣传，然后所以是民间做的。所以而且公部门经验比我还丰富，我也分享一下。2018年的时候，那时候来台中市政府服务，我们办花博，一模一样的情形。我们希望所有的民间来就是响应帮忙宣传花博，我们授权所有的 logo 给所有的民间厂商，所有的建设公司，所有的汽机车公司，所有地方的民间都要用的都可以用。可是有一个最重要的什么叫把关？这个图管你是民间、私人还是公部门，所有的图最后要送到台中市政府的审图小组，审完之后你才能印刷。这个事情台北市政府能不做吗？看来显然没做，因为他们的回法是说。因为这是授权给民间做啊。再来这第二个，像这个，昨天那个我看侯友宜一个讲话，他们还是觉得说这个世壮运，然后最后的这个选手之夜，大家吃得很开心嘛。我不跟你讨论什么席地而坐，然后什么到底是台湾文化，还是说大家觉得太 low。这个照片出来我是蛮开心的，因为都是我喜欢吃的食物，但这个食物大部分是垃圾食物，就这不像是个运动员。大家看嘛，就是这些东西嘛，什么饼嘛，什么凤梨酥嘛，这不是一个健康的食品嘛，可以专业一点，然后再来，这个今天被那个台北市议员林亮君揭露了，就是世壮运搞到后来，师生被动员，教育局要补助150元看世壮运，搞到后来公务员要扣课，周末加班，然后大家来世壮运来增加观看数，搞到后来平日里长，假日变里干事，就是跟大家讲假日我们来那个各组邀请里民参加变成有 KPI 这样出来。这个说真的，大家花纳税钱会觉得就是真的不是这样花的，16亿，然后那个场馆中间漏水，然后所有的这些状况，我说真的，世壮运本来是可以办得很好的。当时的柯文哲跟侯友宜一起申请，为什么好在哪里？30岁以上的人，然后你看到很多80岁组、90岁组，然后这边跑步，然后得到的无论你现在年纪多大，可以跟世界各国人在那边竞争。可是到底有没有用心？我最后讲一个点就好，钱以外。世壮运的这一个大会的那个主席，讲说当时他们的目标是希望国际的这个参赛选手跟国内的是1:1，搞到最后变3:1。3是台湾，1是国际。3是台湾里面，双北占6成，不也没有什么不好啦。我们双北市民多年运动，可是就是我们本来期待那个是很高的国际的说要变成双北市民为最大宗，我就觉得有点可惜啦。对。当然这次世壮运我觉得也不用特别去护航，因为我们自己是议员，我们也发现很多小小的问题不过刚刚冠廷讲说台湾的美食小吃是垃圾食物不是这个是这个我觉得，因为选手之夜有6000多个外宾，都是我爱吃的。在那一天的晚上，我们自然而然想要招待一些台湾的特色小吃，盐酥鸡啦、水煎包啦、蟹壳黄啦、凤梨酥，或许是属于高热量。不过在那一天的晚上，
我们就让选手放送一次啊，让他们体尝到台湾的小吃美食，请不要用垃圾食物来形容台湾的小吃，我觉得听了有点难过，因为这些我也很爱吃，我也爱吃啊，而且去选手之夜好吗？他们不用24小时365天都吃那一些非常这个高蛋白的食物，因为他们不是专业的选手，他们是比较退役，然后像我们这种年纪还在终身运动的人既然来到台湾呢，吃一点台湾美食不要连这个都要骂这个在当年我在办听奥的时候，我们的开幕式跟这个我忘记是闭幕还是什么，也是用台湾文化版的大家也吃得很开心也没有人去说那是不健康的食物这是一个那当然在野党的这个批评我觉得蒋万安市府这几天也被骂了很多啦。我跟他开玩笑，我说本来世中运你们行销真的很烂都没有名气，但是这几天红了，因为被骂到红了所以行销你们就因为这样变成行销了，全台湾都知道世壮运有一些小小的东西我同意刚刚冠廷说的其实我不知道他们这次是不是有府级的副市长来当执行长的把关啦因为相较于听奥跟相较于这个世大运世壮运真的是规模没有那么高所以你应该要办得更好那但是这一次6000多个选手国际选手也不算是少了，你不可能去跟纽西兰这一些台湾的国际的这个能见度跟台湾的这个国际队真的不太可能说，纽西兰也不过1万多个国际选手，那台湾大概有将近7000个但是不管怎么样，107个国家纽西兰是90几个国家，台湾这次有107个国家，可能有一些路途很遥远，从非洲来，他只能派来1、2个所以人数没有这么大但107个国家来到台湾，也算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盛事吧。但是我们居然没有办法邀请到总统大驾光临到我们的开幕式，这一件事是我们非常难以想象的。我们是从2月25就邀请，并不是说我们临时突袭他，2月25就邀请了，然后大概选手的状况，其实总统府也知道，所以我觉得世壮运的行政的筹备过程蒋市府该打屁股就打屁股，反正议员也骂了很多了我也不用帮他美化但是这样一个国际的活动其实不管他是哪一个执政县市办的，我觉得不同政党都要去支持。像高雄当年办的这个世界大学运动会，它不是在。它是世运，对，它是高雄世运，它也是休闲性的运动会，它不是正式的那种专业性的竞技性的运动会，它也花了将近快100亿OK， 但我们也觉得说，这个让高雄的运动场馆整个整修，让高雄市的能见度增加我觉得这些一个运动赛事都有很多附加的价值在里面。整个整修，让高雄市的能见度增加我觉得这些一个运动赛事都有很多附加的价值在里面。所以你觉得Freddy适合出使芬兰吗？你说什么？林昶佐适合出使芬兰吗？那一天我问了那一天我跟一个国际关系的教授在，他就跟我讲说，难道只因为芬兰也有重金属乐团，所以Freddy 就要去当这个代表嘛？对，他认为是唯一的连结是这个，因为他是国际关系的老师。因为国民党的批评很多，我会觉得，我个人会觉得，任何政党执政难免有仇庸，但是是不是可以放在国内就好了毕竟涉外事务还是要留一点给人家探听就是放在国内就好了30-40万这样的一个职务是不是给外交专长的人会好一点？对我们的外交关系，对我们的经贸往来，我觉得会更有帮助。我只能这么说。我觉得要对我们台湾训练的政治人物多一点信心Freddy 当过2届的立委，然后都是在外交国防委员会。他也当过就是全世界非常多国际组织相关参与非常深。他过去几十年的时间，你在 Google 就看他在台湾跟世界各个街头。包含用英文去替台湾宣讲很多事情，其实他国际经验是非常丰富的，包含国际特色组织等等。这第一点。第二点，芬兰当然是这样啦，芬兰的这个重金属摇滚，这当然是他们的起源地嘛。可是我要讲的不是这个而已，是林昶佐本身在芬兰就比其他绝大多数台湾人有知名度。
你去查非常多芬兰的报道，过去都曾经非常大篇幅报道过林长佐。我认为这对一个国际外交来讲，如果我们用更广阔的心胸来看，我觉得是好事。最后一个我要讲就是说，国民党当然要批评所有赖政府所任用的政务官或者是政务人员，其实都可以接受，可是拜托用正确资讯。比方第一个叶元之跳出来讲说那个他是落选的，这是瞎扯嘛。他在中正万华从来没有落选过，选完连任2届，因为家庭因素交棒给吴沛忆，吴沛忆也顺利连任，顺利当选。再来第二个，这个民众党的那位某立委啦，我就真的不想提这个事情，这真的非常瞎啦。那去提人家的病情，然后用这个当成理由去质询，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不适当。那我更遗憾的事情是，到刚刚他发文，还是不愿意道歉。我认为，如果你认为什么病情就不能做什么职务，那你就公开的讲，更何况你有药学背景。我认为这非常非常不适当，这个无关政党，无关政治。台湾这种病的人很多，台湾后来康复的人也很多，台湾有这种病情在各个岗位扮演重要角色的也很多。就这事情，我认为是该道歉的。在第三个，徐小新的质疑是认为说林长佐不会讲芬兰语啦。那我也特别跟徐小新报告一下，小弟我去过芬兰，然后我是去玩，那个芬兰人真的英文能力非常好，他们非常多的场合都是讲英文。那如果一样的标准的话，以前我们什么驻日大使住哪边不会讲日文什么，就没必要这样子。我觉得未来大家要检视林长佐是不是的都可以检视，可是拜托用正确的资讯。去年10月我们这个任命了驻奥地利的大使，他是我们国立台湾交响乐团的团长，叫刘玄勇。那当时也很多人怀疑啊，说他没有外交官的经验。可是奥地利就是一个音乐之都嘛，你跟他谈音乐，他本身是个音乐家，然后跟他谈音乐，其实这也是个另类的一个外交。所以我觉得这个林长佐去派这个芬兰，我觉得也是一个另类，但在不影响我们一般正常外交官的升迁的条件之下，因为我们知道外交人员当然都这辈子能够当大使是很荣耀的事情，在不影响他们的升迁的情况，然后由他们的另类另类另辟蹊径，找有专业的人来当大使，我觉得也可以，是个新尝试。我之前担任那个外交特考的那个口试委员，我看到很多很特别的，真的是有学音乐的人来考外交官哦。他们的对答也不比那个念什么政治系、外交系的，因为早年都是政大外交系嘛，最多。可是这几年越来越多元了。我看有没有念舞蹈系的也来，他有兴趣啊。他未来这个到国外去国庆晚会，他就可以表演，那个拉小提琴他就可以做各种表演。那某种程度也是拉近我们跟当地国的关系。所以我真的觉得不要用太传统的角度来看。其实现在我们的外交官，我想是事务官，来源都已经非常多元。可是刚刚讲到一个重点，我觉得尔菲迪适不适合你说出使芬兰，绝对可以讨论。对，这件事本来就是大家会有各自不同的一些立场。但是一个人身体状况，或是刚刚讲到那些，不应该是被拿来在这个里头摆在，尤其什么日照什么全部都摆进来，这件事情就有点不是单纯在讨论这样的一个本质的一些问题。OK， 但不管怎么讲，明天是赖总统就职1周年，在过程当中，包括赖总统的专访，包括在明天，那你可以看到大家的重点也一定会摆在这个地方。可是这个礼拜对很多霸团来讲的话，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礼拜，包括基隆林配场这一起，包括刚刚讲到还有12区，那会不会还要再补建？所有这些未来到底会怎么样？那国民党要罢的，包括台北双湖这两个部分，未来进度又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的收看，谢谢我们那边，我们明天见，拜拜。